武神流，一个来自街霸宇宙中非常经典的派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日本。历代武神流子弟们都有着任何邪恶终将绳之以法的企业文化。不过到了如今的时间线，武神流代言人的角色却是一位崇尚自由、喜欢传统与现代结合，还希望将自己的理念传播给更多人，向世界展示这种结合魅力的美丽广东人。今天我们不只是聊金伯利这个角色，而是他背后的这个派系，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不少玩家对这个角色抱有不少的争议吧。我并不是不喜欢黑人角色，老粉丝知道的，我几乎从入坑街霸4时代就开始粉 Smog， 直至今日。过去的主力达德利和拳王都是黑人，但是一个十分符合刻板印象的非裔美国黑人传教士取代了如此经典来自古代日本武神流的代言人位置，实在是让人遗憾。但这里得提一嘴的是，每个玩家首次进入游戏厅一定会遇见的麦 C 哥。如果前面还有人洗金伯利的话，我想当麦 C 哥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解释呢？我让你们不会还有人觉得这游戏没得 LGBTQ 元素吧？说回正题啊，武神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背景，其实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按照街霸宇宙的时间线，其实第一位露面的角色是第37代武神流掌门源柳斋。后来能从少年街霸系列里得知，他将第38代掌门继承给了一位又老又年轻的忍者四空。四空也是大有来头哦，能扛下好鬼瞬移杀的人屈指可数，而四空就是那个挨过一寸千疾病活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在街霸5的 DLC 中正式与大家见面。后来他将下一位继承人交给了街头快打的主角之一凯之后呢，就去探索了自己的人生了。这里有个背景小细节，其实凯是日裔美国人，但还是跟日本沾了沾边吧。作为第39代掌门的凯，其实还有一位师妹，她也是源柳斋的女儿真纪。这个假小子喜欢人家凯的同时又不爽人家当成新掌门人，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取代凯的位置，所以也勉强算是和企业对上了颗粒度了。额外补充一下武神流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龙套的人物翔，也是武神流派的相关人物，不过几乎没有出现过街霸正作里，既没有详细背景，又没有参考招式，所以就不列入考察列表了。好，老作品中的武神流子弟们已经为大家快速简述出来了，不过时长原因，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没有呈现出来，但总体而言，大家都还是围绕着企业文化走的。现在我们再把崇尚自由的金伯利放在一起看，是不是就显得非常突兀了？甚至我都能列出10000个不选择金伯利登场街霸6的理由啊！首先，武神流除了源柳斋本人没有登场以外，其他角色他们的招式特性不能说非常接近也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了。万年不变的跑步派生急停、派生滑铲、派生中断，还有武神范刚洛，并且空中必有一个急停。很多连招虽然招式确实不一样，但是木压逻辑其实都很接近，就像轻中重 TC， 一个倒地一个换边，只是6代金伯利呢多了一种出法。街霸作品正式3D 后，你甚至会发现他们的拳脚逻辑好像都是差不多的。5HK 必定可以木压5MP 5HP 的 TC，2MP 也可以木压5MP 的 TC，都有一键滑铲，下中拳也一样。除了老师傅凯和金伯利都有旋风腿，因为四空比较特殊，是双形态，年轻四空和其他人都属于是近身缠斗的高机动角色，所以这么多相似的点上，除了金伯利以外，哪个角色不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我要选一个最想登场街霸6的武神流角色的话，我认为第38代掌门人四空足以杀死比赛，凯都算是这里面可玩性最低的角色之一了。我想可能会有老色批很期待真纪高清重置后的表现不过毕竟现在已经有火舞了，两人服装都倒差不差的。固然我也承认真纪招式也是最丰富的角色之一，但四空的双形态做到了真正独一档的存在。虽然真纪这个角色不仅可以往前跑，还可以往后跑，空中变向也比其他角色更多，大招还能根据派生进行不同的变换，但他的定位始终都是围绕着敏捷忍者出发。在我没有玩过四空之前，我一定是最期待这个假小子登场的。但是四空不仅招式丰富，不同的形态能应对不同的打法。老四空脚刀波身，稳扎稳打，玩的就是你对游戏的理解。年轻四空身手敏捷，回归武神流最经典打法，一套进攻猛如虎。不仅操作难度对比另一个双形态的袁师傅更简单，华丽程度也丝毫不亚于召唤师峡谷的亚索呀。5代中后期就有一位玩家凭借变身流打法，可谓是把许多第一次交手过的职业玩家也是看得一脸懵逼，手足无措。四空不仅花里胡哨，在一段时间里的赛场上也有不错的成绩。很难想象在本就百花齐放的6代里，上线一个拥有2种完全不同打法且招式如此丰富的角色是多么的有趣。那话又说回来，金伯利这个角色其实招式设计这些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如今大把的游戏都受到了 DI 的风潮影响，哪怕你不是刻意加东西，稍微把肤色往暗部一调，也难免会有人质疑。当然金伯利是一定受过 DI
DEI 影响的。除了我们违背祖宗的设定以外，曾经测试服时期有位叫做 Darkness Valtier 的玩家制作了 Mary Rose 版的金柏林 mod 而被封禁。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如今大家在 N 网上能看到的替换 mod 就是换成加米或者朱莉的模型了，其原因就是大家猜想的涉及种族歧视，这也是过去 DEI 的经典作风了。这段视频我已经找到了哈，会放在片尾，属于内网平台特供，油管就不放了，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位玩家的 ID。以上带大家快速了解完了武神流的子弟们后，会不会和我想的一样，赤空和真纪作为返场角色的话，我认为表现是要比金伯利强太多了的，也并不是因为他是黑人，主要卡普空是完全往丑了做，实在是很难让人提起兴趣游玩这个角色啊。不过随着董王再度上任，起码能保证到时候我们这帮打游戏的，在以后很难再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游戏里的那个拉万了。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武神流几代传承人下来，你最喜欢的是谁呢？不妨弹幕评论分享。本期视频内容都来自街霸维基和一些其他网络资料，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感谢热心指正。最后希望大伙儿别忘了3连奖励一下小弟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就让我逃离宿命的牢笼，不需要随波漫走，也许。